来玩钢弹的人，有一天是可以成为笔图大师的。一个湿盘，几罐颜料，模型抓着，在路边上可以涂的。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D 的小亮老师。相信呢，这个光影涂装大家已经认识很久了。但是大家看到的光影涂装，包括我们从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频道的一开始，大部分的光影的表现呢，都是使用喷笔。而这个喷笔的喷涂呢，我们也因为以前书籍的影响或者是这个节目的影响，我们大部分做的就是有底漆补涂，有阴影，有个主色，有个高光，每一个面的中心打亮就对了。那这也是变成我们科幻一个主流的一个做法。那近期大家可以看到，例如说虫先生他一直有在推这个光影的涂装。那老虎呢，他虽然只玩半年，他也用喷笔做出了这样子漂亮的光影渐层变化。但是这一切都来自于大家有个空压机，有一个喷涂设备，甚至要有抽风机才做得到。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如果我没有喷笔，我有没有办法涂出一个很漂亮的光影涂装呢？甚至是超越喷笔的喷涂表现的光影涂装呢？你会啊？开玩笑！自从我们推出的那个阿公牌耐溶廉价画笔，我就已经深入研究这个笔涂，至少有半年这么久。所以我今天就要亲手发包给阿汤哥笔涂。嘿，大家好，我是阿汤哥。阿汤哥欢迎你。我跟你讲，在我们节目里面，我只要说了亲手，就等于阿志；我亲手做，就等于阿志做。但是我今天亲手笔涂，因为阿志不会笔涂，所以我就只好找一个笔涂的专家。没有。那我们先带大家回顾一下阿汤哥他到底是谁呢？阿汤哥是我。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我们有一部影片，就是我们有办过一个比赛，然后阿汤哥是我们微缩组的评审之一，然后那时候有教我们一些技法。那时候呢，你也带来了一本书籍，对，然后我们后面再回顾。那今天我们想要了解一下，阿汤哥你最早是玩什么的？为什么这么会笔涂呢？哇，这个是 long time ago 了。就是当一开始我接触模型的时候，当然也是我们就去百货公司啊，然后妈妈就挑一些模型给我啊，然后我那个时候经历了大概就是钢弹 W 吴小强，吴小强我都有，然后讲起鸡皮疙瘩了。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也只会数组，然后我也有收集 BB 战士，然后就会把它的那些缝都拿铅笔、自动笔嘛，然后把它涂那个现在是墨线，对，然后就把它涂完。就很酷，原来你也是科幻笔耶！是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还买了飞驱鸟大将军，然后他的那个脚我拿水彩把它画，就画一画它就掉下来。我听到你有玩钢弹，你看我鸡皮疙瘩都翘起来。对，大家都是这样过来。原来玩钢弹的人，有一天是可以成为笔图大师的。没有。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开始会上网嘛，然后就上网搜寻论坛啊，然后就看到什么是战旗会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有一些骷髅头啊，然后有一些士兵啊，就觉得哇，这真的那么小吗？然后就很想要试试看。那个时候就在台北的时候有开了一间店，然后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去看。然后那个时候也同时出了那个战锤 4DK 的线上游戏，是线上游戏吗？电脑游戏。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就一波推，然后我就进去了那间店就踏入了深渊。对，所以当下我就买了一组套组，亚克力颜料套组，然后一个金属模型，我就带回去玩。那一开始我也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就是把那个金属模型刷洗，然后我就直接拿亚克力颜料上去之后涂完就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我就干刷，然后再来就是自洗。然后因为金属模型它的边非常的锐利，所以那个一洗下去，那个感觉就来了，就出来了。对，像这个干刷，我们就是拿那个比较烂的笔，然后就把它搓，对，然后把它搓出高光跟阴影出来。然后wash呢，就是拿那个也一样是烂的笔，不要太贵了。对，然后就是把颜料稀释多一点，然后就洗在它的深沟，然后那个不是在深沟的地方，你把它吸掉，这样就完成了干刷跟wash。
对，那效果之好哦，效果之好，真的是，我们就是马上就是得到成就感，就会让你想哦，完成这一支，我还要做下一支。对，所以那个真的很深坑，真的。像我们在玩钢弹，对最常用的就是墨线，再来会干扫就是高手。你如果会挖许，你根本就是天才了，真的。最后我再用海绵点掉漆，大概就是神人的地位。今天我们将要把神人的地位往下移。好，让你这个笔图来教大家一些，除了我们这4招，还有没有其他技法可以用？是。好，所以我完成了这个模型，只用干刷跟 wash。对，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好像完成了，可是那个底盘圆圆黑黑的，实在是有点无趣，很跳。对，就是觉得不想让它站在那上面，我就想说，不然我去买一些草粉来撒。好，那就是胶水上去嘛，撒一撒，这草粉没有站起来，就觉得躺着。对，草地是长这样吗？后来上网查才知道，原来我要把它倒过来拍一拍，什么意思？就会站起来。什么意思？它为什么倒过来会站起来？因为我们胶水沾上去，你把它撒着，因为地心引力它就是躺着嘛。但是我把它拍一拍，它的胶粘在下面，它就会站起来。比较不粘在那边，它就会往下垂。对，好简单的道理，但是不教就真的不会耶。结果站上去之后，还是不过瘾，我就随手拿了旁边的橡皮擦，把那个橡皮擦拆掉之后，拿刀子切一切，切成我想要的石头。好厉害哦！装饰在旁边，哇，这样才完成我第一个作品。然后接下来完成这些之后，才慢慢做越来越多，然后才做到就是有光影，再加强在上面这样子。对。讲到这个光影啊，因为之前你的作品，其实我们上一集看，我看得出来很精彩，功力深厚。但是可惜，我觉得，毕竟微缩的那些角色，我们可能不是很熟悉。然后你把那些技法用在它上面的时候呢，我们虽然看得出来有很厉害的技术，但是我们距离太遥远，所以我觉得你必须去图一个这个比较接近我们的科幻作品，让大家更好理解。那就正式由阿江哥发包给阿汤哥。是，好，那就够咯。
塞，阿汤哥，你真是突破我的盲场了。没有，我太客气了。我跟你说，我之前在学笔图，遇到一个最困扰的事情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笔触啊。嘿，我本来很害怕留下那个笔触，但是我看到你这个作品以后，我觉得它好美，就是它好像一幅很自然的画，然后有保留画家的风格在里面。而这个风格呢，这样整体看上去是很舒服的，我仿佛就在欣赏一个3D 立体的画，真的，我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很好看，然后也不用说为了那一点点那种笔触在那边纠结好久。我涂那一支啊，我磨了好多次。其实也不一定要磨到超漂亮，因为有时候留一些笔触，它可以带走你的视线，就是它的装甲应该是直的啊、横的啊，有一些笔触你反而可以像不锈钢不是有那个法丝纹吗？对，那个让你感觉更有金属的感觉，对，就自然的一些东西，不用一定要像喷笔一样磨得非常漂亮这样子，有一些笔触也是很好看。对，那在你介绍技法之前呢，我觉得还是强调一下，我相信我们的频道里面有超级多的宿主受众，超多，因为根据我们写口前统计的数量，已经卖掉了200多万把，没有，10年后，代表宿主的人很多。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喷漆？可能是家里环境，对，有小孩，有猫猫狗狗，有很多种限制。能喷漆的人，你可以很轻松的喷得很均匀，但是不能喷漆就学笔图。对，笔图真的很棒，一个湿盘，几罐颜料，模型抓着在路边上就可以涂了。对，你知道7月5号是世界末日吗？我那天有想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一定没电，带空压机没用，我就带着我们的画笔，然后拿红黄蓝黑白，这样就可以涂了。对，就带着一个模型，即便世界末日，我们都可以在笔图。那接下来就请阿汤哥帮我们介绍一下涂这一台的关键是什么？OK， 因为我们这次的标的物是钢弹嘛，然后我想说，因为钢弹笔图好像比较少见，那它又一大堆的平面，所以我就是基本上是把它的装甲裁成一片一片的，然后去做每一片的光影，然后要有一个统合起来，就是我的光源方向大概要在哪边，那光影应该要从哪边开始，哪边是最亮的到最暗，做很多的渐层，然后最后再点缀一些高光的地方，让它亮起来这样子。哦，所以整体上你还是有些设定，比如说我是从稍微正前方打一个亮。对，一开始我们在做底漆的时候，就是我会先喷黑，然后再做一个光源，做白色的底漆喷上去，然后就做一个光源这样子，然后再开始把那些颜色一一的涂上去。对，最后我们当然已经不会是像当时候设定的那样，但是那是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至少有一个参考方向，不然我们如果全部都黑的，其实你涂东一块西一块的时候，你会整个都乱掉，忘我。对，你就不知道你的光是从哪边打，已经忘记了。就是打好底漆之后要拍下来，然后我们可以根据那张照片知道我们的光源在哪边。而且我觉得这样子这个半胸像超棒，就是有一个设定在啦，然后我后面又加了一个背板，就是它的故事的设定，让它融合在这里面，有稍微一点故事性这样。对，以前我们这样叫做涂一半烂尾，现在一切都合法啦。对，就是又好看又帅气，有没有？然后又轻松，就是一个小品，就是这样做起来很舒服。这已经不止小品，我都觉得这比我们整个这样真的有做完，然后那个我们叫做战师站在那里，还更有欣赏性。已经很久没有做钢弹了，就是回来做就好好玩哦，好好玩哦。对啊，真的很久没有做。我们这里还有很多钢弹，对，我看到那些我就发抖。所以这里面我大部分就是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很大片的平面或者是曲面，所以像这个地方这比较明显，我就直接是用渐层的方式，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白色的设定，那我就是因为我们白色不会只有用白色，那这样子看起来就很平，我们要它有立体感一点，我们会做一些渐层，所以我这边是做一个蓝色的底的渐层，然后到高光处我加了黄色，然后在最暗的地方我加了紫色。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渐层的部分，可以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做。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零件有光影，那如何用一个非常柔和的颜色过渡，里面还藏了冷暖，真的太厉害了。对，因为我们一般在涂这个颜色的话，因为颜色很单一的话，它就会太平面不够对比。那像这边我们如果只有做蓝色的渐层的话，我们当然会先拉高它的范围，然后如果我们再加2个对比的颜色的时候，它就会更立体。那阿汤哥除了带来这件精彩的作品，他在微缩里面已经算是我们的神话了。真的，我觉得超棒。我真的下去玩有时候鼓励你们大家去玩不同的东西，就是因为你真的去玩了，你才知道人家要做出这个作品是有多么的困难。无论是这些质感的表现甚至是一些构图，你乍看之下看得很舒服很自然，你都不知道里面藏了多少美美嘎嘎。那我们就让阿汤哥快速的介绍一下带来的这几件精彩的作品。其实这是我带去波兰的作品，然后像这个就是当时候我看到这个造型就这也太帅了吧，就是对魔兽的那个小吼。然后这一支我就是想要表现它的整体，还有它在魔兽世界里面。因为我有去找这些美术设定稿，它上面的颜色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因为我之前的颜色可能都放不开，所以我就想说用这一支来增加我放颜色上去的技巧，然后就是增加自己的胆量，因为有参考图可以看嘛。对，所以像它有一些。像它的皮肤啊，像它的这个骨头的部分呢，我们看骨头部分，你一看就是觉得说，骨头应该是白色吧，咖啡色这样子。可是你可以仔细看，就会发现我上面撒了红色、蓝色、黄色，根本是七彩的，但是整体看起来它还是骨头。对，不会说是它变成是蓝色的骨头，或是黄色的骨头，它好像有点是象牙那种感觉，对不对？对。然后它可以自然的融合在里面，然后反映出它环境的色彩。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涂装的时候，我都会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是在这一支上面我要多学点什么，然后每一个作品就可以慢慢的成长，慢慢成长。像这边的金属，我也是多放了很多颜色进去。可能很难看得到，但是你有放进去，整个作品就会有差，它的颜色的丰富度就会有不一样。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因为这不是金属漆这就只是一个颜色的反射，然后让你感觉这个质感是金属，所以它是透过不同的光影的布局以及不同的光影的渐变，它就呈现出就是什么样子的材质，它会有什么样的质感，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是能够分辨的。那我们就是骗我们的大脑，就是我们这个圆柱它的光影应该是在某一条非常亮，然后其他慢慢按下去，然后在中间又有几个反射的，就会判定它是金属或者是木头，就是不一样的反射的亮度或者是面积，然后我们可以判断它是什么样的材质。哇，这好帅！我要买一支，我要买一支，还有吗？还有很多支。我要买一支这个，我要来跟你学笔图。是。我如果这支涂不完的话，我就给阿志涂。好，再来看这个我觉得好厉害，这好漂亮。因为我在刚入坑的时候，其实就这一支就已经出了，所以它的年纪也蛮大的了，就是它的模的年纪应该蛮大的，10几20年应该有。那个时候，这个雕塑师他就非常著名，他很会雕妹子，对。然后我就是看上了妹子，所以对我就想要一直很想要把它完成，但是因为它这个苏格兰我一直是我很害怕的地方，因为太多了，它每一个格子跟每一个那个布的纤维，你都要每一笔把它画出来，超恐怖的。画完之后，你还要能够符合它的光影，就是你在深处需要暗，然后你在亮处需要亮，你要再全部再重新再画一次，所以这个上面这些纤维质还是真的是，不过画完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对，你看，又来。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学这个东西我之前有讲过，亮里面的亮，暗里面的暗，所以不是只有整体的光源的亮跟暗。对，它亮部有里面的亮部细节，暗部有里面的暗部细节。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难了，因为它这个光照下去，这里面有多少个颜色，然后每一个地方你要这么自然的交接起来。对，就是过渡，然后你要去
知道暗色是应该用什么颜色，而不是暗色就全黑，那个没有东西的，不是没有东西，是你暗色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在看暗色的红色的衣服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很黑，但是我们可以辨不出来它是红色。而且这个你看在这个作品上面，人的皮肤像皮肤，衣服有衣服的质感。这块叫什么？这一块苏格兰的格纹的披肩，对。然后这些武器金属有金属质感，然后木头哇，大家你以为只是把颜色涂上去，这涂上去都要呈现出不同的质感。这就像我们去奇美博物馆看到那些很厉害的画，我岳父走过去啊，这的背，然后那只马上面坐一个人，光这样子这件事，那个画家可能练一辈子。对，真的，像这一根其实它是铜棒，对，然后就是要把它做成像木头的样子，所以我会增加一些明显的木纹上去，太厉害了。接下来是这个，这个我也很有兴趣。这个是小小的哥布林王，原本它就是只有上面这个模型，然后因为它非常逗趣，就是它坐在这个王座上面，那它王座下面加4个轮子，然后就是后面还有一个小哥布林在推它，然后前面的这个哥布林它被碾过去了，对，我觉得超好笑，所以很有趣的作品。对，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样的场景来表现它好像正在被推动的感觉？那个时候我有设计了几个，比方说我在台阶上面要滚下去了，还是说，我要被推到哪一个地方？到最后我决定的方案是，我决定要让它在轨道上，好像坐云霄飞车那样。哇，所以赞哦！对，所以最后我是把它设计了一个轨道出来。其实这就是胶板，然后下面就是这个海绵。那我就是把它依照它这个倾斜的方向做一个坡度这样子，然后让它能够整体增加一点故事性，作品非常的生动。因为我觉得在作品，如果我只是涂颜色上去，完成这个上色的步骤，它可能没有那么的生动。我觉得每一个作品它最需要的是有一个深度，就是你要去讲故事，它为什么在这里？它为什么是这个颜色？它身处于什么环境？它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我们可能都可以去思考一下，然后再加上这些背景的时候，你也能够更增加这个人物的深度。然后其实你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得到更多的灵感。比方说，我要上什么颜色，我的光要在哪边打，这样子。而且我觉得这件作品让我最佩服的不只是这个主角本身啊。那阿汤哥在这里安排的这个轨道，跟这算一个路面的一个质感，有点像矿坑。对。那这里呢，就是这个色彩比较暗嘛，对，所以我们第一眼就很容易被这个主体吸引到。是。这个底座又帮他加很多分，然后这个底座又完全呈现上面这个物件，整个目光都会注意在这里。对，因为我们下面的颜色尽量也是不要强过于上面我们主角的颜色，是搭配起来这样子，最好是能够映衬上去。然后这个名牌又很用心对，因为我想说它在矿坑里面嘛，所以我画了那个有地图的样子，对，然后在上面再写上它的那个，对，看你又害我又翘起来，再写上它的名字，就是 slide 滑行这样。所以你看，就是让你看起来一个这么舒服的一个作品，这里面经过了很多的设计，很多的视觉引导。我们就是可以透过不同领域的这种模型，来对我们这种科幻模型的一些作品训练。对，不一定说他做这个我们没兴趣就不看，或者是说看了不知道在看什么。不会做，至少要先学会欣赏别人的作品。其实这是很有趣的过程啊，就是为我们自己的模型想一些故事，再根据这个故事，然后去发展下去，然后让我们的模型能够在里面好像活了起来。超赞，超屌，很好玩。对，我真的觉得3不5时就想起阿汤哥来帮我们上课。我跟你们说这个我们剪辑师都已经要加班来剪给各位看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阿汤哥已经帮我们带来这么多作品的分享，还有一些技法的分享，对，一定是学不完的。我极度的推荐这个人形涂装圣经这已经是第2集。对，真的很棒。第1集我买了3本。放在我们公司，只有我在看。我每天晚上都有在看，然后看完我再去实际涂。原来他在讲的是这种感觉。对。但是最后还是有一些迷茫，那我就可以来上这个实体的课程或者是请一些朋友来教。可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请阿汤哥来上课，拍谁你听不懂的因为这个人力差太多。
我觉得我们要去听一个未知的领域，真的自己要先做一点点功课，会学习的更快。对，能够了解里面的名词解释，就是比方说造染是什么，然后过渡什么，怎么样过渡，用什么样的技法这样子。哇，那你看这随便翻一页，这里面就是会介绍一些颜色怎么搭配，然后颜色怎么来的，然后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作例，然后以及说，你这物体光源要怎么打，然后会有什么样子的效果，我们整个作品要怎么样呈现，其实它里面都有讲，还有各种肤色，还有 step by step， 对，然后非人的肤色啊，然后还有后面一些，这个是材质，对，所以其实非常非常多，对，内容非常多。我跟你们说，这次呢，我又是买了3本，因为我都想说有一本呢，我晚上要读。那我读一读，我会做笔记的时候，我甚至会给它折一下，然后我有一本会收藏，一本给公司看，就看看他们来看这个书以后呢，例如说阿芝看完以后，能不能做出更厉害的作品？对，听说今天有一个好康，对不对？对，有好康的，就是我们的岳俊大大，他提供了3本要来抽奖送给大家，所以身为发行这一本书的人，我也赞助3本。所以你的意思是，对，总共几本？现在有6本可以让大家来抽。我靠，那这样子好了啦，有6本的扣打，对，我们不要一次送吧。你们分享这个影片，我们先送第1次，那之后呢，我们 FB 会再继续导播这个书，然后这个再分享1次，反正就是我们会阶段性的推广。那真的赶快买起来，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作者花了这么多的心思做好这本书，然后你又这么用心的把它翻成中文呢，本来是英文呢。我们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来好好的阅读跟学习这个东西，所以大家真的要珍惜这个机会。而且这个技法，你只要学到一些，就可以来钢弹圈配夹，有没有？说实在的，真的是内容里面任何一个章节，你只要学起来，其实你可以去外面开课，真的。而且你来看还倒赚，你来看，这个是我们科幻圈的笔图，对，有没有？你只要学2招，就可以变这样，完全不一样。对，完全，然后再多学几招，我可能就可以变这样。没错，没问题，真的。今天真的非常谢谢阿汤哥感谢带来这么厉害的作品，然后介绍一些技法跟观念，让我超级想入坑。我以前拍节目都是为了赚钱，推坑。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很想做这个东西，只为了想做它而做。很好玩，真的。对，真的，因为我觉得只要做好它就得到一定的成就了。当然。然后我刚刚一直注意到，你这一直有一根毛什么？你知道吗？是什么？智慧毛？有一根白色的眉毛。你知道吗？你自己知道吗？我不太晓得。不要拔掉！真的有一根，等一下要请摄影师来特写。我刚才以为你卡到东西，然后我很想帮你拿掉，结果是一根毛。居然是我的智慧毛。对，既然都提到毛了，我做这个节目不是为了赚钱，但是刚好看到这个毛，我们就只好介绍一下我们的笔是用什么毛做。是，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为了业配，只是刚好看到毛就顺便提一下啦。首先呢，大家记得节目一开始我们那个尼龙12套画笔组，那个就是最一般的尼龙。那个尼龙啊，它如果放大来看，它的末端圆柱就是圆柱状，所以大家说这个笔不能画得很细，我就会拿来刷这个整个底台。其实我很懒得喷漆，所以我全部都用笔刷的，就是暴力的粘下去，然后刷上去，结束。这样子，结论：尼龙12件画笔组廉价，暴力用，对，随便用。这个时候大家就想说，尼龙就不能细化吗？其实我们尼龙笔如果用进口的尼龙，它的末端是这样子粗的但是它的结尾它是有笔锋的，OK。所以好的尼龙呢，它是可以做出这种锥状聚焦，对，然后它也有一定的收束力，所以我们有推一个进口尼龙，一支大概100块也是很对，那一种呢，其实你就已经可以拿来做细化。那尤其是钢弹最需要，因为我们常常用一堆油画、珐琅漆、硝基，然后都是很暴力的使用。那这个尼龙呢，你相对的比较不会那么。对，我就会拿来混色，然后跟最底层的那一层上色，因为它有一点飓风嘛，所以我可以比较准的去抹到
我要的地方。哦，对，而且重点是蛮廉价的。那再来就是动物毛、貂毛混尼龙，而且是混这个进口尼龙，所以它每一根都是有笔锋的。对，它这个收束完以后啊，刚入门的玩家他甚至分不出来它里面有尼龙。哦，这个就可以画在一些比较细节的地方，像有一些相对比较小的部分，我们就可以让它来做高光。对，这些地方就可以用到这些。对，而且古时候哈，因为纯貂毛很贵，我们以前纯貂毛最便宜的550一根，然后那时候还不知道有一些地方卖550，我们有些地方那时候卖800多、900多一根哦，我们还请人家特别去买回来，以为要买到这种笔，我才可以画出一条细线。哦，那就是因为以前的这种纯貂毛太贵了，所以混动物毛这种150块的区间呢，很受欢迎啊。对。但是我们推出了一个。超棒，超舒服，很爽哦！对，真的很爽，就是沾一下，然后顺一下就超尖，这真的是蛮好玩的。这一支用起来很爽，对不对？很爽，对，因为它主要聚风很好，然后它保水性又够，整个就是刷上去就很顺，很舒服，就是那个滑溜的感觉，让我觉得那颜色很好带。这一支就是什么 Pure Klinsky 纯貂毛。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我要带回家，对，这是送你，对，而且我以后出的每一支笔都会送你，太好了吧？我跟你讲，这把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 Klinsky 它是有分等级的，就是有很多种等级的貂毛。对，那我们这里直接帮各位提升到最顶的貂毛，在这个价钱里面呢，我们花很多的钱在这个笔毛上面。对，然后这个真的是现在国外都缺超多毛的。都在你那里，对。而且因为我们是新品牌，做画笔来说，我们是刚进来这个市场。那为了做个口碑哈，做个宣传给大家，这个外面至少这个等级的一定要500-600。要这个一定要，但是我们是280。哈，真的假的？你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这个卖280万？好，这太夸张了，真的太夸张了。我去我们的 Grand Arts 那里跟那个老板杰夫哥说。他说：“小江一起 K 笑哦。”我说：“我们就刚做笔，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笔做好，把品质做好，然后让大家体验到我们对这个产品的用心，所以才把它提升到真的是直接，我出货前，昨天才去加钱。你们现在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我出货的还比这个再高一个等级。”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好啦，赶快趁手批卖起来。这个小江你要调价，这280这样不行啊！要涨价哦。对啊，这要涨价，这其他价都不用火了。好了，那各位如果对这个纯貂毛有兴趣哈，请赶快购买。目前真的还是算一个蛮不错的价格，甜价。对，那最后我们从接触这个画笔就已经教大家，笔的类型有什么不同。那一直都没有教大家一个完整的清洗保养的流程。那今天阿当哥带来这么厉害的笔图作品，刚好就让我们讲解一下。小江示范一下。对。首先呢，大家在用这个笔的时候，因为它上面一定有一点点胶，对，所以大家刚用的时候可以把它搓开，或者是用水把它带开带走，然后在布上。阿汤哥，你有出这个布哦？对，这我都拿来送人。哦，那你这个也有卖？没有。好，那我们这个笔把上面的胶带走以后，这个时候才去用这个颜色，不然的话，如果你干干的就去搓那个笔，很容易破坏这个笔本身。哦，对。那每一次在用要换色的时候，你也要习惯性的洗掉。然后像它这个，这个设备很好它这里有这个沟槽，可以稍微刮一下。对，可以把那个多余的颜料、大坨颜料刮掉。好，那刮完以后，强调一件事情：一把笔用一种颜料的性质啊，是啊，水性这把就永远都水性，对你不要水性、油性、硝基、珐琅全部同一把，它的这个动物毛的这个组织啊，在被看，受到不同的刺激，它会比较快坏，所以真的这个 Pure Klinsky 就尽量拿来用水性，你有钱拿来用硝基，一直用硝基也是 OK 的，对。但是一种笔就只用一种颜料，对。那用完以后呢，我们一定要马上使用它对应的这个溶剂清洗。如果是水，那就是用水清洗，用水清洗就好。那大家在画的那个过程啊，一定会不小心把那个亚克力颜料啊
吸附到这个画笔的根部，尽量不要，尽量是用在笔腹的上端这边，不要让它吸到后面。可是通常我们还是会不小心吸进去，那现在就是需要我们教大家怎么处理啦。嘿，因为大家以为这个露出来的毛这么短，其实在这个笔里面它还有这么长。对，那你如果这个亚克力一直跑进去，一直跑进去，好，你就像你这个头发，你后面想要长得很漂亮，结果前面被固定住，那你怎么样，你都没有办法再把它梳顺。哦，所以这就是亚克力颜料卡在这个金属件里面，对，它塞满那个缝之后，也会让你的毛分开，所以永远合不起来，就会都分开。本来笔就是耗材，它用久了就会慢慢的开，慢慢的炸。但是如果你洗不干净，就更容易炸。对，好，那么我们这个洗笔皂呢，好，就是在这个湿润的状态下，要湿润的哦，你就这样子沾一点，沾一点，好。很轻松，很轻，好，你不要很大力，好，就像摸零件的那种感觉，嘿，轻轻的打磨的那种感觉，不要很暴力。然后都吸附上去以后，这上面就有一些这个皂，然后你就可以用你的手，要很轻哦，就像你在洗女朋友的头发。你如果洗稍微大力，拉到它会怎样？它会给你臭干掉。相信交女朋友的都很有体悟哈，你只要弄掉女人一根毛，你今天日子就难过了。那你这样搓，表面上的已经被你搓掉，那根部你就可以稍微用指甲稍微的去把它这个笔根轻轻的抠出来，轻轻的抠，不要很大力，推就好，往上推，很大力的抠，这个毛就掉下来。对，哦，轻轻的哈。好，那这些都抠出来以后，你再去把它带开。那你有这个水如果脏了哈，要把它换掉。那洗完以后呢，上次我们讲那个保养液嘛，然后你就把它挤在手上，噗嗤，好，就是要挤很大坨，然后再把它按压吸进来。那个保养液呢，吸到这根部，然后再把它顺着这样轻轻的好。把它拉直一下，好，那它干的时候，它笔本来笔尖它就会有收束力，对。可是这个胶可以让你永远把它封住，维持在那个形状，那它的使用寿命就会相对的长久许多。对，那你用久，总会有1-2根毛不听话，它就会咻，那你就用刀片轻轻的把它那一根割掉。对。你们买到笔的时候，有时候你用放大镜来看，就是有时候会有1-2根被切掉，差毛。那一根就是我们在检查的时候觉得它不好，把它切掉。你不要因为那一根说，你这个笔有人用过，这是制作工艺上必经的一个过程。好，麻烦大家理解一下。而且我真的不得不说，我们除了选最顶级的材料，我们连排序啊都是一根一根人工排。我们有做一个模具，然后帮它排。你甚至买很多知名品牌，它都是笔尾敲一下，它扣，有品就给你。对，但是我们这个真的有用心去帮你排，太厉害了。就是，而且这个笔杆很舒服握起来很爽，对不对？对，它不是整个圆的，它是有点三角，然后又不是那么三角，就是不会让你觉得说很 K， 不会，然后很稳，很舒服，真的还蛮好拿的。对啊，我们又不会太胖。我们有一根是圆的啊，你看，像这个混的就是圆的，你看。对吧？这就很圆呢。对，比较普通。就是你装每一个地方都可以，但是就是没有这种对，没有这种可以让你精准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比较便宜。对。所以讲这么多，最后还是要看各位的预算。这已经超级便宜了，这是我无话可说。我也觉得无话可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卖这么便宜。赶快拉高价钱。好，我们就这一批卖完，下一批就涨价。这是阿汤哥讲的，我也是逼不得已去执行的。好了，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真的非常谢谢阿汤哥，谢谢小哥，我真的要买一支这个。OK， 没问题，马上买。好，那这不是这个已经卖给博物馆了。不是，这个我要看着它，然后问你这里怎么涂，这里怎么做，所以我要先买一个这个回家修磨。那今天就到这边了。喜欢我们的节目呢，请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记得追踪阿汤哥的粉专谢谢，拜拜。